好，我是小鱼。我们现在准备出去起蚝，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蚝肥不肥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可能还要挑一些蚝肉自己吃。然后很多人的蚝没有发，我们今天出去起蚝了。看这个前面我们已经到蚝庄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一片，这个庄上面全部都是生蚝。然后我们前面的那个像球一样的那个浮标啊，也全部都是生蚝。是不是一眼看过去是不是很厉害、很壮观的感觉？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蚝肥度怎么样。然后我们每天起蚝呢，就是一排一排的去挑选，看一下你的蚝比较肥了，我们就起上来。生蚝它是天气越冷，生蚝就越肥，然后越肥的生蚝呢，它的口感就会越爽口、越脆爽，它就不会粉。不粉的生蚝才是好生蚝。生蚝呢，它对水质的要求很高。我们这个生蚝啊，不是偏陆地的，我们是偏外海比较远的，大概开船的时间大概要1个多小时这样子，我们才开始起蚝。然后我一边起蚝一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生蚝的肥度。然后生蚝呢，它对这个海水的水质要求非常的高。我们这边的生蚝的那个海水的盐度啊，大概到13到16度左右。如果太咸了以后啊，你们吃到嘴里面的那个生蚝啊，它会非常的咸，它就没那么鲜甜了。如果太淡的话呢，那个生蚝的水质又不好，这样子的生蚝吃出来呢，它会比较瘦，而且它的口感呢没有那么爽口，也没有那么脆。所以我们一般的选择生蚝的地方呢，大概的水质都是到13到16度，16的那个盐分的度数。好，起蚝了。这个猪肉啊，它时间讲过。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蚝的肥度怎么样？哦，这个还可以，肥度还可以。可以试一下它的甜度。现在的那个生蚝呢，它慢慢的变肥，它那个口感呢就慢慢的变脆了，变脆了就非常的好吃了。哦，这个应该还可以。老公，你来看这个。不能蹲下，把它直接拿出来。哇，这个可以哦，这个蚝的肥度还不错，个头都是这么大就差不多了，太小的话就不好吃。如果大家选蚝啊，一定要选个头大一点的，因为太小呢，它那个壳啊太厚了，就没有什么肉。然后太大的呢，它吃起来会比较腻，所以我们就尽量的选这种中等的蚝，因为它的肥度也饱满，然后呢个头又不会吃起来又不会很腻。这个蚝呢，我们一般要养3年以上，我们才会去起它，不然的话呢，它的肥度达不到，而且天气越冷啊，它的这个肥度会越肥。大家就是敲蚝的时候啊，我们从下面去割它的蚝肉，如果从它的上面割呢，就很容易把这个蚝肉啊给割破了。然后你们吃蚝的时候，很多人都问小鱼，这个蚝哪里不能吃，哪里可以吃呢？这个蚝全部除了它的壳以外不能吃，其他的地方全部都是可以吃的。而且你们蒸蚝的时候啊，时间不能够蒸得太久。如果你们白灼呢，就把这个蚝放在水里面，水开了以后啊，蒸个5到6分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们是蒜蓉蒸的话呢，我们就把水烧开了以后啊，放上蒜蓉，放上辣椒，放上粉丝，大概水开了以后蒸6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蒸的时间太久，那个生蚝缩在一起，第一它就口感没有那么脆，没有那么鲜甜。第二，你们会觉得那个蚝不肥，会很小个，大家知道了吗？妈呀，这个蚝，你
OK，有个两家怎么样好。看这个蚝，它的肥度已经肥到已经饱满，都要凹出来了。这个蚝的肥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肥度，很漂亮的，而且口感会很好。它的口感是脆、爽、鲜、甜。我们现在准备回去了以后啊，我们要把这些蚝，把它一个一个的挑下来，然后进行分类。它可以分为大、中、小蚝。然后不好的蚝，我们就拿来挑那个蚝肉破掉的牙，然后这样子的，我们就拿来挑蚝肉，然后回去了。我们现在已经上岸了，现在我们要把那个蚝啊装到车上，然后我们开始进行分拣，分拣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给大家发货了。谢谢大家喜欢小鱼，我们下期见了哈，拜拜。